预计用2周的时间帮粉丝小姐妹把这个堆积如山的房子收拾出来，归还给她老妈一个干净整洁的家。现在已经干到大卧室了，用了1天半的时间把这个卧室里面的2个大衣柜还有这个角落的衣服过了一遍，该扔的扔，该留的留，扔出去的7大包，把原来这2个一点空隙都没有的大衣柜变成了现在这样，并且把阿姨放在外面的衣服已经放进去了一半。今天准备把另一半收拾出来，并把屋子打扫干净。因为屋子里面被小姐妹填满了，阿姨的衣服只能放在外面。小姐妹说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挺惭愧的，现在终于有机会让老妈的衣服进衣柜了。先把挂在衣架上的那个衣服全都挂到大衣柜里面。这个卧室的窗户已经被堵住了好几年了，马上也能透透气儿了。屋里面倒下来的2个衣架就不准备留在这儿了，先给它拿出去，后期可能会拿到小姐妹那个空房子里面挂衣服用。挑一挑不要的衣服，留下来的就直接叠好放到衣柜里面。这个窗台上也是堆了一些新衣服，也都是小姐妹的货底子，这些就直接给它装袋，到时候运走。这些穿过的衣服就直接给它分类了。这新衣服几乎是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会找出几件来。听小姐妹讲，当时货太多了，拿回来的时候就是哪有地方往哪放。新衣服在这个家里面占了很大一部分空间。在这个窗台上找出来了一台除螨仪，小姐妹说找它找了好长时间，原来在这里，正好收拾完了以后可以给它用上。这是一个新的整理箱，放在阳台上还没用呢就已经粉发了，就直接给它丢掉了。好多的这种小东西放在各个角落都已经被遗忘了，找到了一瞬间才想起来原来还有这个东西。这2个整理箱里面装的大部分都是阿姨的衣服，挑出来了一部分，留下来的都给它重新叠了一下。在这个箱里面还找出来了一个红包，里面装的现金，后期还找到了2个存折。给阿姨的时候她自己都想不起来放在哪了。这是阿姨的宝贝丝巾，数了一下得有30几条。小姐妹的头饰跟衣服真的是无处不在，又找出来了一大包，加上之前的话差不多得有一大箱子了。这是收拾出来的裤袜，这还有一个小整理箱，小姐妹说里面的东西全都不要了。这个4层小置物架里的东西也全都扔出去了。一个小阳台扔出去了2袋子的东西，昨天清出去了7袋子，比这个大的多。这个卧室一共清出去了9袋，真的是有点风就填满。大衣柜里面这点空隙也没浪费，塞的也全都是东西，有孩子小时候的衣服，还有阿姨跳舞的东西。孩子的衣服就不留了，也不准备要2胎，这些都是新的。这都是阿姨跳舞用的东西。衣柜里面还有一个包装的，也都是各种服饰和道具，伞就4把，都给他们归纳到一个整理箱里面，到时候找的时候也好找，要不然东一下西一下，有时候放迷糊了就找不到东西。看到这些东西就想起我老妈来，她也爱跳舞，家里面的衣服啥的都占了半个衣柜，这些小孩的衣服还都挺新的。小姐妹说到时候直接给她捐掉，她已经联系好了一个捐衣服的地方。阳台上这个地方的东西基本上全是用塑料口袋装的，一包一包的，光清理出来的垃圾袋就一大堆。我还跟弟媳妇说呢，这要是在我妈家的话，她都得捡走一大半。塑料袋纸壳子都可以卖钱，在哪收拾屋我都没听说塑料口袋可以卖钱，唯独在我妈那可以。但也是真的，虽然是便宜，但是确实能卖。光这塑料口袋就装了3个大垃圾袋，把留下来的被褥和床单给它归纳到收纳袋里面，随用随取吧，这样它不占空间，放到衣柜里面看起来还整齐。阿姨说这些东西可能1年就动个1回2回的，所以我就给它放到最上面去了。昨天的视频好多人提醒我上面还有东西没清下来，为啥没清呢？因为刚开始我没发现上面有东西，后来是阿姨告诉的，上面还有好多包包啥的，这些都是小姐妹买回来搭配衣服的，全部都是新的。她真的是为了卖衣服买了各种包饰品，还有那个头饰。这几箱是化妆品，同款的好几盒，上面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新的，也都没过期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可丢的。
就是那些包包可能后期小姐妹会处理吧，衣服要捐，就把这些垃圾给扔出去了。第二天准备要收拾卫生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个四斗柜里的东西还没清呢。小姐妹说，这个四斗柜的门都好几年没打开过了，里面的东西就不要了，直接给它丢掉。东西清完了就开始收拾卫生。家里面虽然不是很脏，但是东西好多年都没有动过了，特别是窗台这个地方灰尘挺大的。阿姨最近有点咳嗽，已经挺长时间了，所以我们每收拾完一个地方就先给它擦一遍，也尽量的不让它进到这个房间里来。虽然叔叔阿姨平时收拾卫生，但是他们也只能擦漏着的地方，这些多年不动的地方灰尘还是挺大的。阿姨也去看过了，说是平时也得注意一下家里的灰尘啥的。所以小姐妹觉得这次收拾物还挺重要的，不光是给她老妈一个干净的环境，让她自己开启一个新的生活，最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全家都能恢复到最开始的一个生活状态。听大叔讲，这一排衣柜原来是没有的，就是因为小姐妹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没有地方放才买的。感觉叔叔阿姨也特别伟大，通过小姐妹这件事情也更加确定了，父母永远都是孩子的靠山，不管孩子多么糟糕，谁都可以放弃，父母永远都不是放弃的那一个。这个角落的灰尘也挺大的，给它擦一下。本来大衣柜和床都是想挪一下的，但是叔叔阿姨说啥不让动。他们说不光是太沉了，就是前面也没有什么空间，也挪不了多少地方，而且还又高又大，挪不好的话还容易倒。我在这干活，叔叔恐怕我挪，就搁这守着呀。这个大衣柜不挪，我还觉得不太得劲呢。结果这一忙活吧，本来想擦大衣柜顶的也给忘记了。等明天的时候再拿个拖布给它勾一勾吧。先把这个纸放到这个地方吧，暂时还没找到比它合适的地方。这个玻璃本来也想用玻璃擦擦来的，结果前天擦那个阳台玻璃的时候，玻璃擦不是不怎么好用吗？叔叔当天晚上就都给他们扔出去了，所以我们就拿魔术扫把掏了一个马桶给它擦了擦。这个窗户属于是好多年没擦了，喷了点油精，这样好收拾还干净。最近好多人来私信我，想买找不到橱窗在哪，今天在这个视频评论区置顶，到时候你们进去找吧。这个床是有床箱的，里面也放满了东西，但是阿姨不让动。这两天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，就是阿姨在扔小姐妹的东西的时候可痛快了，不管是啥，只要一问她，阿姨就说扔扔扔。结果一到自己东西的时候就没有动静了，不让动咱就不动了。不管是收拾谁家，都得尊重主人的意见。墙上要是脏了，被小朋友画了，可以试试这个魔力海绵擦。我偷偷看了一下床底，放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被褥。我还纳闷呢，阿姨跟我妈的岁数差不多，被褥怎么那么少？原来都在床下面放着呢。我要把这个床往前挪一挪，擦擦床后面的灰。叔叔阿姨都不让动，不知道是怕我们累着呢，还是阿姨他们这里面有宝贝。我相信叔叔阿姨是怕我们累着。这要是收拾没人的家，说啥也得把床底下拖一拖。叔叔挺顾家的，这个床头就是他买回来的，让我给他套上。他说这样不凉，还可以把手机放在上面，但是小姐妹觉得太难看了，又给它摘下来了。我估计等我们走了以后，叔叔肯定还会给它套上的。这个卧室除了门口的地方，其他地方就都收拾完了，就这么一个小空间，干了整整的2天半。来看一下收拾前和收拾后的前后对比吧。这是没收拾前，阿姨的衣服全都堆在外面，现在把阿姨的衣服全都放到衣柜里面了，然后还有好多多余的空间呢。阿姨自己说，原来一回到这个家里面，就感觉像住在垃圾堆里面。现在终于恢复到他们最初搬进来的样子了，也有了家的模样。按照阿姨的要求的话，应该把前边那一排大衣柜也给它清走。但是呢，孩子在这儿，小姐妹她们还经常回来住，所以就暂时先留一留。阿姨清小姐妹的东西是真的一点都不心疼。
明天准备收拾这个被当成杂物间的卫生间。